真男子汉冯克雷，勇敢的自由灵魂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。什么叫一眼万年？小冯对路飞的友谊就是这样，他们一开始就有打成一片的相同白痴属性，毫无城府展示自己的果实能力，开心的感谢救了自己的人。他们此时并不知道对方是敌人，迅速意气相投，打成一片。这时候短暂的快乐为小冯这个善良的人之后的心理转变打下基础。所谓物以类聚，小冯和路飞明明就是一类人。一开始看到小冯的人物形象，很多人都不确定他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。他阴阳怪调，露着腿毛，跳着芭蕾舞，看上去雌雄同体。没想到小冯变成了一颗隐藏的彩蛋。他是《海贼王》这部动漫对异装癖和 LGBT 人群外在和内在的矛盾体刻画，没有刻意丑化，没有歧视，完全树立了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妖形象。了解小冯性格之后，会发现他就是和路飞一样自我的家伙，一根筋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。如果不是当初在克洛克达尔手下听命行事，会成为草帽海贼团的伙伴也说不定呢。小冯的故事还要从路飞第一次对决七武海开始说起。在克洛克达尔的巴洛克工作室，小冯这个模仿果实能力者是他侵占这个国家重要的工具。当初小冯就是用能力模仿了薇薇的父亲科布拉，他用国王的形象为非作歹，毁了人民对王室的信任，让克洛克达尔有机可乘。但是在路飞一伙加入战斗后，小冯知道了路飞是敌人，虽然惊讶，但毕竟当时他还是克洛克达尔的人，所以只好与草帽一伙为敌。随后在大战焦灼中，小冯把自己变成娜美的样子对付山治，这可真戳中了山治的弱点。山治是不可能对娜美小姐动手的，他的骑士道再次让自己陷入苦战，要不是紧要关头被山治抓到弱点，真有可能被小冯赢了这场战斗。沙之国篇的最后，克洛克达尔倒台，小冯走向了自己向往的自由人妖之路。变成自由人的小冯第一次救了路飞，因为他内心从来没有当他是敌人，于是在生死关头才会义无反顾，毫不犹豫。简陋的海军在草帽一伙撤离时，在海岸围追堵截，他们就是冲着路飞来的。刚打败克洛克达尔的路飞，这时候再对付8艘军舰，实在吃不消。此时的梅利号无论是速度还是武装都不及海军军舰，逃跑都成问题，别说反击。眼看就要被击沉的紧要关头，天降小冯，他及时的帮助梅利号逃脱，躲过了海军的扣押。然后在他们被军舰包围时，也没有落荒而逃，而是重情义的拿自己当诱饵，让草帽一伙成功逃脱。因为小冯看到了他们去救伙伴薇薇的时的样子，他们那种情深义重的做派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小冯说过，对这样重情义的小草帽见死不救，他会吃不下明天的饭。所以他和路飞都是性情中人，他们都有一腔热血舍己为人的心肠。打着漂亮人妖拳的小冯，谁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？很多人说小冯其实是为了让路飞脱身进了监狱，并不准确哦。小冯的入狱其实是因为救密斯情人节的原因，才又和日奈交手被捕。我们后来看到小冯独自在监狱唱歌跳舞，没有想到他会在整个顶上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这便是小冯第2次帮助路飞的故事。他第一次助路飞逃脱是为了一个欣赏的人，也是一份报答，而这一次他连性命都不要，是义气和真情。在推进城去救艾斯的路飞和小冯再次相遇，他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，像极了路飞每次好久见不到伙伴后的样子。知道了路飞是来救艾斯的，虽然心里认为这很难，近乎送命，可是他依然决定和他在一起。在路飞坚定信念的影响下，小冯也决定去第5层找自己的精神导师人妖王。可是他毕竟没有路飞那种绝不回头的信念，海贼的世界里也只有一个路飞，小冯再勇敢也无法复制那种极强的生命力和爆发力，他实在做不到毫无畏惧。尤其是面对监狱长麦哲伦的时候，小冯逃跑了。他看到路飞舍弃双手都要对战麦哲伦，抱着必死的恐惧，痛哭着逃离了战场。但是他不曾放弃路飞，依旧找到了他。正面刚麦哲伦只有死路一条，小冯的理智让他在推进城展现出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合作伙伴。如果没有他，那推进城里的路飞几乎毫无生还的可能。很显然，如果路飞落网，就算剧毒没有杀死他，在监狱里的生活也会让他抓狂。再多想一步，如果关在推进城的是路飞，龙会不会直接让里边的伊万科夫开始行动？此时的人妖王伊万科夫也没想到自己救了这2个人会把自己感动到热泪盈眶。在极寒地狱，小冯拖着路飞找救援，心里想着人妖王一定可以救他。但是在雪地里，他们被狼群包围，小冯几乎被咬成重伤。
路飞凭着残存的意念释放了霸王色霸气，这才得以生还。他们绝境求生的一路让我看到满满的感动。在人妖乐园，小冯得知路飞的伤要减寿10年来救治，尽管这样也不过只有2-3成的存活几率。看到路飞治疗中痛苦的样子，小冯几乎崩溃，他甚至受不了了，想叫伊万科夫停下来。可是得知这是唯一活下来的机会后，小冯坐立不安。他来到路飞治疗室的门外，听着他痛苦的喊叫，开始在门外用无助的方式支持他。重伤之下的小冯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加油啊，小草帽！”直到声嘶力竭吐血，依旧坚持。路飞恢复前的那一刻平静，他以为路飞没有熬过，可是看到路飞奇迹般的走出来，小冯终于安心了。可是他也从极度悲伤和紧张中释放出来，晕了过去。得知小冯在自己治疗中做的一切，路飞朝晕倒在地的小冯跪拜，他无以为报，只有一腔真挚的感谢，感谢他没有放弃，感谢他的付出。现在的路飞只有小冯一个伙伴在身边，那个曾经说没有伙伴就活不下去的人，还好有小冯在。让路飞按照战术行动几乎是天方夜谭，他是只要目标确定就不会拐弯抹角的人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他在推进城的一路毫无策略，更没有想过见到艾斯该怎么带他逃跑，而小冯这时候就是帮助路飞绝地反击的最强战友。他在逃亡的关键时刻自己留下来，假扮成麦哲伦，为路飞打开了正义之门，也打开了我们的泪匣子。这成了海贼王最经典泪目片段之一。最后时刻，电话筒里路飞不断的呼喊，可是小冯忍着什么都没说。他内心独白道：“死而无憾，人妖的离别无需言语，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。”在清澈的天空下，麦哲伦发现小冯之后，问他还有什么遗言，他只留下4个字：心远已了。所有人都以为小冯一定被麦哲伦干掉了，但是我们在之后的漫画中知道了小冯还活着，得到了些许安慰。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，这也是海贼世界的一条铁律。我们可以大开脑洞猜猜看，小冯会不会有一天重见天日，又是谁会去救他？按目前情况分析，极有可能是革命军。监狱第5层人妖乐园里的人可不只是在里边吃喝玩乐开 party， 他们还是伊万科夫旗下的革命军。而2年后的小冯成了新的人妖王，可想而知他已经成了革命军，继承了自己偶像的位置，其实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归宿。当时伊万科夫之所以越狱，完全是因为突然知道路飞是龙的儿子，然后以为艾斯也是龙之子，所以打破潜在推进城的计划，提前逃出，和路飞一起救自己老大的儿子。他和小螃蟹是为了路飞保驾护航，所以并没有把所有人妖都带走。而且我们看得出来，伊万科夫立场明确，在顶上战争的战场上对别人的援手有限。从伊万科夫口中我们得知，其实推进城 5.5 是一个未来革命军发起起义战争的秘密基地，因为推进城和司法岛还有海军本部之间有专用循环通道，可以互相快速抵达。伊万科夫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在推进城是要配合龙来行动的，那么现在这一棒就交到了小冯手上。到时候小冯和外界配合，带着人妖军团杀到这要塞，再加上背后的圣地玛丽乔亚，可谓一条制胜战线。也许未来小冯会成名一批革命军和路飞相见。一直梦想成为伊万科夫的小冯其实实现了梦想，他虽然留在了推进城，但是他让路飞和自己的偶像获得了自由，做到了真正的无牵挂。我想他内心是充满骄傲的，因为小冯和路飞一样，都是热血又通透的人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充分实现了自由意志，人妖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他们遵循的是世间最真挚的道义。相信终有一天，小冯会离开推进城，重见光明。就像那一天，他决定帮助路飞逃开海军追杀所说的话，让我们分别在这晴空之下，有分别就有重聚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